大家好啊，又到了咱们今天的日本棋院基础教程这个课程啊，这道题啊，咱们现在看这死活部分的一道题。如果呢，对这个 AI 围棋定式有了解的呀，我记得在我的节目当中还有棋友问过我这个问题啊，就是这样的棋型，就是说那个布班占，因为现在都是布班占，怎么去杀白棋？他爬俩为什么那个不行？必须得爬仨啊！这道题就很好的解释了上次那个问题。其实我当时就解答过了啊。那可见基本功，这个呢也是一个这个大猪嘴的标准性。说到咱们这个栏目啊，我想再多啰嗦几句，因为我想可能现在因为这个栏目比较多啊，咱们棋友们可能会觉得到底是该看哪一个呀？你这现在栏目这么左一个右一个的，是不是有点乱呢？那好，我现在就简单解答一下啊，借这个机会。最早我录制的节目就是这个曹云炫和李沧浩的那个名局细节，那个名局细节啊，也是这个江竹九老师啊，他和芮乃伟两个人一块儿翻译的，那是不错的书，虽然排版上也是有点糟糕啊，但是内容上是没得挑。那个内容呢，适合于几段呢？我觉得啊，至少你得到业余一段以上，2、3段差不多是看起来不是很累吧。所以那个是适合有段水平啊，适合有段水平。所有的自然解说的，我录制的自然解说内容都是适合有段的。没一段的话，我个人认为啊，不建议去看。为啥呢？它不太适合于那个没有段位。甚至说你到了一段看，可能都觉得稍有一点点吃力的，虽然它是个详解，但是只要有段了啊，你看的一定是非常有收获的。那都是我这个栏目的题目就叫干货啊，因为给大家没有什么太多的那个多余的东西，都是来自于真正的那个顶尖棋手的他的解说啊。这是关于自然解说部分。那这个围棋手筋大师点这个内容啊，我个人觉得啊，因为它那个大师点呢，它也不是一个详解，它只有一个正解图。有一些呢，我给出了我自己的一些那个解释，是吧？有一些干脆我就是照书啊，原汁原味的说，是吧？那个书的内容啊，我个人觉得也得上3段以上啊，业余3段以上看是比较合适的。只要看就有收获，其实你就是一段，你跟着把那个手筋大师点的内容啊都看下来，也是有帮助的，是吧？这是手筋大师点。再其次呢是这个日本棋院，就咱们现在用的这个，现在用这个，你虽然名字叫做基础教程，实际上我觉得呀，它是应该是得有1段以上，得有1段以上，看是比较合适。它能够，如果你到了1段，承认1段的话呢，那基本上呢这些内容啊是帮你夯实所有你的基本功的一个过程。你看现在就像这样的题，那不是说人人都上来都能走对的，是不是？对，咱们是业余棋手了啊。那说到这个段位啊，我也多说2句。这个段位在我10多年前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已经段位就开始毛了。实在你别说当老师的，但是那时候老师还不敢乱说呢。我去的非常正规的那个就棋院下属的这个教学机构，那个老师呢，他都不敢说轻易报自己是5段。比如大学生的省大学生赛冠军啊，他报5段。然后剩下的那2个都不敢报了，那都是报个就是2段3段，就这样，不敢轻易报。但是那个大学生的5段我也是很轻松就给拿下了。他有点实力，也不能说轻松吧，但是到中盘基本上他们到中盘都是不行。那个能够就是当时我觉得能够说比我强的，就是那必须得省赛、市赛拿名次的这样的人，是吧？那个是咱那时候是不行的。但是那个除此之外，说你要报个什么5段呐，老师报5段的，那都是假的。搁现在那更晚了，你现在全是水货。现在我不说60%-70%吧，它50%吧，
那都是甲午段啊，这些老师是吧？这个段位就非常毛了。那说小孩呢，10多年前小孩段位也是如此。小孩的当时1段的小孩啊，包括2段小孩，我都让6个，他都赢不下来啊。2段的有的小孩很厉害的，但是那个就是我这个啊，那时候也是各种战术吧，反正最后的那2段他也不行，让他6个都打到6个，所以就可见那时候的段位就不是，那搁到现在就更完了。那10多年前的，现在你看那更水啊。所以我说这个段位，我说1段成人组的1段，那就是对应的最起码的野狐的2段啊，我是按照这个标准来啊。所以说你看我要一般说我说这道题，我说这个栏目适合于什么样的人，比如我说适合于成人1段的，适合于1段组的，那基本上你肯定能到野狐的2段啊。这你就知道我这个说法跟他那个对应的关系。你比如说2段呢，成人2段，那你得最少的野狐4段，对不对？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啊。好，回到说咱们这个栏目问题，咱们栏目呢，除了这个现在这个基础教程，还有下一手。那么下一手的内容呢，因为它是个那个比较宽泛的，它是从有级到有段，我每一次那个题目还都把这个它这个级别我都说了，所以呢，那个是适合于多层面的。你有级也可以看，是有段也可以看啊。还有就是这个是 AI 攻防那个 AI 攻防呢，其实就是大家是看一看就得了啊。我个人认为啊，定式这个东西啊，你大概了解一下，除非你是想深入的一个变化，你把它研究透的，否则的话呀，没有那个精力，也没有那个时间，因为它这个定式它是不断变化的，是吧？只要你加强了中盘的力量，这个我觉得那个是有时间自己去再琢磨啊。当然你看了我这个 AI 攻防那部分的内容，你反复多看几遍，基本上也是在实践当中就可以应付了，这没有问题的啊。所以那个也没有什么断不断了啊，但是我觉得也得有最少得成人1段以上吧，最少啊。回到咱们现在说这个新开的这个栏目，就是入门这个节目，我打算是这样的。入门本身呢，它的那个内容就是2册，但随后承接的那就非常好了。咱们很多的时候，你比如说小孩上学校啊，上机构里学习的时候，他会有一个问题，就是承接的不好，很多都是这样，入了门了，都会了，一点点，都是蜻蜓点水，一点点，再往后就要不就换了学校了，要不换老师了，要不他这个那个内容上没有很好的承接啊，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这个短板。所以呢，如果你是就是说可以不用在外面学的话，是吧？跟着我的这个节目往下走，你会发现呢，后面我会马上就会跟上什么呢？就是李沧浩的那个12册的内容啊。这个12册呢，包括死活部分和这个手筋部分，然后和这个配合起来赵志勋的这个一个完整系列的结合在一起的啊，这么一套内容。那整个这个下来以后能到什么水平啊？从入门到那个完成，最起码是成人的1段啊，甚至可能还会更高啊。然后呢，就是到李沧浩的这个讲座，这个都是我是有这样的打算，是让他就是一直承接下去，到最后能到成人的业余3段，这是没有任何问题。只要你跟着我这个节目就看下去，是吧？这就是我的一个就算是一个小小目标吧。为什么有人可能说你为什么要这么去做呢？我个人认为啊，以后的发展方向呢，可能更多的就是那个就是围棋这一块教培嘛，咱所谓叫教培。这个教培现在你看这个被打压的很厉害，是吧？大家都会感觉到这个上面政策是朝令夕改，经常变化，所以你很难是应付得了。那有可能网络呢是一个很好的解决的方案，就是家长少花钱，甚至不花钱，免费去学。因为你看国外的话，那个没有人去为了围棋去掏钱学，围棋就是个游戏嘛，你非要把它整的大家家长还得往里搭了很多钱去学习，这没有必要。那中国人还有这么一个观念，就是说我不花钱我可能就学不好，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，是不是？你看看现在咱们录制目前所有这些节目有没有糊弄人的地方，是不是？当然你水平是一方面的，有老师你看他本来他就不够那个水平，他只有1段的水平，他只能教你入门，但咱们这就不一样，咱们这跨度很大的，就从现在这个入门这部分一直可能是教你到
成人组的3段以上，也就是能到野狐，你能摸到5、6段是没什么问题的，是吧？好了，这就是我的一个小小的计划吧。那么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捧场，是吧？只要你坚持下去，跟着我这个节目看下去，我想一定会有很大的收获啊。好，咱们现在看第一道题。哎呀，说了这么多的废话，是吧？10分钟过去了。这就是非常有名的大猪嘴，是吧？斑，然后呢，斑点死，斑点死，这就不行了，这个就死了，是不是？这是，就是这样。那搬的方向是要注意的，如果你先搬这面呢，那就变化了。等你再来搬这个时，它做活了，那不行啊。我们再来看看这道题，这道题呢是刚才那道题的一个变形，这回这面多了俩子，多2个硬腿，而白棋呢这里面又多了个跳，也就是说白棋呢跳完了没补棋，现在轮到黑棋下。这些题实际上在这个赵志勋的死活词典里也都出现了，所以在这一题是单点是好棋。冲一个目的是什么呢？让它变成一个，看就这么个形状，这个形状再来点中间，这个目标就非常明确了，然后再一冲，然后它这个它不能落子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个棋就已经不行了。当黑棋冲的时候，如果白棋选择粘怎么样？那黑棋继续往前冲，这个依然是不行的，你不能挡啊，挡这一打是打死了啊。这道题啊是白先做活，看看这个棋该如何做活。白棋下了棋倒虎一个，当对方来破眼的时候，扑破眼，好，我再一弯，这样的话呢，黑棋是杀不死的。我再一双，那你不能再冲了，冲的这是眼，是吧？所以这个就活了。假如说不下这个倒虎，走这个行不行呢？那黑棋点，白棋再来做这个眼，再来点，这个变成死棋了，这个不行。我来看看这道题，这个是黑先劫。黑棋点在这里是要点，这样形成了一个打劫。这是一个缓一气的劫啊。如果白棋选择粘呢，就变成这样了，这个形成了眼杀，这个是不行的，要急。变成这样，这个不行，你再提了也没用，这死了。是这个棋啊，是白先。这个棋型还，我大家有印象的时候，我以前讲，就是这种棋型一定是弯赢，这就活了，这个很清楚。那如果是选择普通的时候，很多人呢可能会说我跳才是形状，这多漂亮是吧？但是对方一扳，这就完了，这不行啊。我再来看看这个棋，这个棋呢是黑先劫。黑棋点到这里是要点，这其实有点就是小猪嘴的变形了，变成这样。那他做眼的时候再来扑解。假如说这个棋，黑棋直接点行吗？那这等于是帮他做活了，这个就活透了，这不行。好，今天呢咱们内容就是这些了，喜欢的朋友请继续关注本频道并点赞留言。